大家好啊，这里是英国的巴斯啊，就是英文的 bath， 浴室的意思。这个地方是世界遗产地，因为这里有当年罗马人修的这个温泉浴室。现在我就是在这个 Roman Bath 的入口处了。好，去看一看。博物馆从这里进来啊，这是古罗马的巴斯的这个温泉浴室。首先领了一台这个啊讲解器啊，这个得过奖的，确确实实非常的人性化设计。然后上来以后呢，这边就是过去的罗马时代的这个应该叫 swimming 啊，他们叫 swimming bath， 是可以游泳的一个浴室。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呢，这考古的这古代的东西和现在的东西紧紧挨着啊。我旁边就是现在的巴斯啊，这个就是也是著名的巴斯的 Abbey， 也是教堂啊，旁边就是一个广场，是不是感觉很过去和现在紧紧的挨在一起？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地面的巴斯现在的地面，也就是 ground floor，只有4米高啊，就是比这个古罗马的地面要高出4米，所以说这就是你和历史面对面对话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来的。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就它这个水平面和旁边的那个教堂那个水平面相差4米。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公共场所已经开放了300年了，不知道这个水温是否还合适啊？看这个高度相差4米，这也是为什么说考古要往下挖呀挖的原因啊，不往下挖是挖不到的。罗马人在这里修了温泉浴室。刚才我说了，这个现代巴斯的地面比罗马地面要高4米，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平台上的这些雕塑呢，并不是罗马人做的，而是19世纪末考古发掘了这个遗址以后，当地的巴斯人为了表达一种自豪感啊，要向全世界展示这个罗马遗址，然后自己修了这么一个平台。那么这些雕像也是那个之后的一些作品。最前面第一个就是凯撒，然后就是我身边这个最有名啊，我身边这个呢就是哈德良皇帝，就是那个哈德良长城的建造者。今天天气真好。这里的水呢，水温有46度，每天的产量是100万升以上。这是联合王国，也是英国了，唯一的一个温泉啊。难道英国不产其他的温泉吗？不太清楚。你看它这个有这个气泡啊，往上往上滚啊，让我想起了咱们江西宜春的温汤，但是温汤的水比它可热多了，温汤的水有68度到71度左右啊，这个是46度。其实这些气泡呢，应该就是从地底下这么一点一点上来的。据介绍呢，这个水很可能是1万年前的雨水啊，经过漫长时间的旅行，来到了这个地方。当年罗马人发现这个可是如获至宝啊。仔细看的话呢，可以看见上面这个水蒸气在上面飘着啊，可以显出它的温度。今天的室温差不多在19度这个样子。这里应该是一个水管或者叫水渠的一个过去罗马时代的这个东西。那么它墙上正好有一个演示，就当年2000年前罗马人在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你看这有遛狗的，有平民，有贵族，有奴隶。应
该是一个很繁忙的场所，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因为它旁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堂，所以从这儿可以窥见当年罗马人的生活，在巴士的生活。这里有一个地形图，就当年巴士的这个地形图。这里还有一个模型，从这模型可以看出来这个温泉水是怎么样从地底下然后流到这里。看这个地方，这个水从底下涌出就刚才我们看到气泡的那个地方，然后流到这个大池子里可以游泳的这个池子里，然后再流到旁边的可能是给一些有钱用的池子里，然后最后再流到这河里。罗马人在这里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有意思。这个地方是不让进去因为它可能是保护这个遗址，它的这个地面还是过去的那个地面，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水沟的痕迹这水从这边过来然后注入到这个大池里，然后最后再汇到这个河里。这里是这个当年浴室的一个还原的一个模型。你仔细看它这个浴室实际上是有油漆的，看它的柱子下面是那种绯红色。这说明现在虽然说现在是灰色白色看不见颜色，但实际过去是有颜色的。然后它这个浴室也是有棚顶的，只不过坍塌了，可能现在已经不存。据说呢，这是过去最高的罗马时期的建筑之一，就是说在英国它是有棚顶的，它有一个坡面结构，但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有20多米吧。旁边这边是神庙满足他们这边的这个宗教方面的一些需求。这里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神庙的门楣部分的这个有点像盾牌形状的这么一个雕塑，叫什么戈尔戈它的特点，它是一个怪兽了，比较可怕的怪兽就是头发里面有蛇，胡须里面也有蛇就是你在泡澡的时候就能看见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庙的门楣。这里呢，很可能是一个当年参与了修建，或者说在这里参与过疗养的一个罗马军团士兵的一个墓碑，只活了29岁。最有意思的是呢，这里还出土了一个这个东西这边管它叫小炖锅据说呢是吃饭和喝水的东西。看这里，仔细看它的花纹那么它以前上面是有颜色的，现在都脱落了以前是很五彩缤纷的，而且它是从哈德良长城过来的，有可能，据说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士兵是在那边受了伤以后，从哈德良那边受伤以后到这边来疗养。这就有点意思了。这个银币是在离这里有150米的一个罗马房间里角落里发现的，发现了4个。不过这里存放的当然是复制品了，它的材料是皮革。那么这些银币值多少钱呢？那么英国的专家说，这些银币覆盖了3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有300多年的钱都在这里面。据说当时理一次发需要2个银币，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当年的物价水平。这里呢是一个女士的头像，可能这个头像呢是装饰她的墓的。看这头像主要看什么？看她的发饰就当年这个发型是很流行的，在罗马
这有点意思啊。再来看看这个发型的背面啊，是这样的，螺旋形啊，盘得很高啊。这里是马赛克的地面，这个在罗马的时候也看到有很多，就是装饰啊，在一些比较有钱的人家最好的房间里面，或者是在一些公共的设施里面，都会装饰有这种马赛克的地面，彩色的。看这个女人的头发型，然后就是根据那个来还原的，根据刚才那个头像来还原的。这当年是非常流行的发饰。脚底下有一个冠啊，是铅做的，说是铅做的。哦，他的骨骸在这里，有这么长吗？这个人这么高？据说是叙利亚人啊，地中海东部，45岁左右，而且他还不是穷人啊。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牙有蛀牙。是因为蜂蜜导致的啊，过去可能穷人是吃不起蜂蜜。那么这个人来这里干什么？千里迢迢来观光的吗？还是来做生意的呢？这个东西就有意思了啊！这个东西其实它是咒语啊，就是说某些人做了坏事啊，比如偷了你的东西，你恨这个人，你要诅咒他，就把你的诅咒写在这上面，然后呢，把它扔在圣泉里，也就是温泉里啊，因为他们都是在离这距离很近的地方被发现，写在铅上面啊，力的铅。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的，叫做 Memory Award 啊，所以很有意思。当然了，这上面有些字现在也没法破解它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是过去的写法。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这就是2000多年前的地基石了。当年2000多年前，就是这些人就通过这里到圣泉的，也是到温泉的。现在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潮气，一个潮湿的气息。历史从未走远，就在我们身边。很有感觉。像这种古迹，你必须要把时间推回去，置身于当时的场景，就像这个屏幕一样，它给你一个当时走到这个地方什么感觉，就是走到这个位置，你看见这个神庙的这个门楣，金色的那个怪兽的形象的那个门楣，潮气很重，很潮湿的感觉。能闻到那个水的味道。那这里还有很多水流过来。这里是著名的一个头像在这里，这就是那个女神叫 Sulis Minerva， 就是当地这个地方的保护神，据说就是雅典娜。就是雅典娜。这里是圣泉女神的雕像，是镀金的，这应该是整个巴斯浴场最珍贵的展品。它的发现就在距离这个地方几码远的地方，可能就在我脚下。在当时，普通的罗马人是看不到它的，因为它是供奉在神庙里，只有祭司才有资格进去。所以我们今天能看见也是，跟过去罗马人相比是比他们要幸运得多啊。那么这个头像呢，它是有6层镀金的，6层啊。为什么？是因为它过去供奉在神庙里面，天天的烟熏火燎，隔一段时间就得抛光，一抛光它的金粉就会掉，所以要时不时的给它镀金，所以它这个就会有6层镀金。
他的发饰是跟刚才那个妇女差不多。这是圣泉礼堂，也是巴士浴场的标志啊，吉祥物吧，算是。这个小房间呢，显示的是这个神庙的台阶部分。可惜的是，公元5世纪的时候，它被这个基督徒给毁掉了。所以现在它就是有一个让你初步想象一下，它大概其实是个什么样子。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黄色的墙面，看到了吗？在这个位置，这个黄色的墙面是后面的人啊，就是 King 修的啊，就是英国国王后来修的这个水面。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过去的蓄水池了。后来呢，为了保护这个罗马的这个遗址，把这个水面呢降低到现在大家看到的是这个当年罗马的这个水平面的一个位置。你看，尤其看对面更清楚一些啊，对面有2个拱形啊，有2个拱形的这个一个小窗口似的啊，它那个黄色部分就是在后来17世纪吧啊修的这个 King's Bath 的这个水面，现在往下调整到罗马的水面。当时的人们喜欢往池子里面扔各种东西啊，除了那个咒语牌子以外，还喜欢扔钱，这些都是从这个水里面捞出来的钱，有意思的，还挺多。最早的一枚是公元前133年啊，2000多两。这里可以感受到温度啊，我的手是热的感觉。这个上面就是蓄水池，蓄水池的水通过这里，最终又流向了下水道，流到河里去了。这个黄色的部分，它旁边的部分应该都是一些碳酸钙之类的吧。碳酸钙应该是白色结晶体了，但这个黄色应该是吧？硫磺啊，但是我在这里闻不到硫磺的味道，闻不到刺鼻的硫磺味道。这里是一个半圆形的一个泡场、泡池啊。你看，它这还有一个弧形的一个长凳，可以坐在那里治疗啊，温泉可以治疗嘛。治疗身心啊，生理上的和心理上，中西方的文化在这都有类似的地方。如果你去过西安的这个杨玉环的那个池子，是不是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嘛？哇，这里居然是一个桑拿房。看见这个瓦片没有？这个瓦片是用来垫高的。为什么要垫高？因为热空气从这边来，因为那边是个锅炉房，烧火，热蒸汽过来以后，在下面凝集，然后在上面再铺上地板砖，人在地板砖上面，所以在过去的地面比现在高，而且在地板砖上面还得穿鞋，不穿鞋的话你会觉得很烫，所以这是一个过去的一个桑拿房。聪明。而且当时地板砖上都是马赛克，现在是看不到了，只有一小部分还存在。那么这个房间是用来抹香油的，做 SPA 的。那个时候还会比谁的客人多，谁的谁的这个精油贵啊。就是客人从这个门进来，然后在这里做 SPA， 做完 SPA 以后呢，再从这个门出去刚才的那个桑拿房，然后桑拿房全部做完以后，再到这边来，去这边有个游泳池里泡一泡啊，这个小房就是游泳池，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模拟的一个回放当年的这个情景啊。
比较写实的。像这个房间就是换衣服的changing room， 换衣服的，换好衣服就从这个小门出去刚才我说的那个 SPA 房间是一个情景再现。在公元20世纪以前，这个地方是浴场，是男女混浴的。到20世纪以后，才开始分开男女分开。这里有一个情景再现这就是最后的大浴场大浴场。刚才是里面的这一小撮，可能估计得另外花费吧，对吧？你还要做 SPA， 你还要桑拿然后到这里来，不知道过去是不是要特别花费了，可能都包含在里面了，套票是吧？这个浴场里还设置了健身房，墙壁上的投影还原了当时人们的训练的情况。这个房子还有坡度，可以作为简单的体育锻炼在这里。这里是所谓的冷水浴室，其实现在在我们国内也有这样的一些温泉浴场，就是所谓的冰火两重天，就是你刚刚享受完这个桑拿，或者是享受完比较热的水，然后跳到冷水里面，这样的话呢比较刺激，让你的血管在做什么？让你的血管在跳舞一样，一会缩一会开比较刺激。我体验过就是感觉这个浑身这个皮肤就像被什么东西给拧了一下一样那种感觉那么在2000年前，这个地方的浴室也有这样的设施，只不过这个水呢是从山上的冷泉水下来，而不是热泉所以古人也是会享受生活的。你看这里这里就是桑拿房的设计，它有这个热气从这些小瓶砖里面穿出来因为这边是烧火的地方，然后在上面再铺一层地砖，所以那个时候人就是刚刚享受完桑拿房的这种高温，然后啪一下子就跳到这个冷水里面来冰火两重天我们现在国内的很多浴场，温泉浴场也有这样类似的设计。转了一圈又回到这里了，就是圣泉的发源地。当年罗马人2000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在汩汩的往外冒气然后有热水出来，就认为它是一个天神降临的地方，所以对这个地方很重视，修了墙，修了屋顶给它围起来。认为这个地方呢是天神的领地，是不能够侵犯的，也是不能戏水的。那怎么办呢？就在旁边盖了房子，在旁边可以把水引过去可以，但是在这个地方绝对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非常神圣的地方，是来源地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我说的那个黄色部分黄色部分是过去17世纪的水位，那个时候水位这么高后来这个为了保护罗马遗址，把它恢复到罗马时期的水位了。墙上还看见，从这个角度我们看见好多铜环实际上是过去的一些来治病的人留下的这个扶手抓手。你看它上面是有名的一些餐厅就泵房餐厅pump room， 它是一个餐厅可以吃点东西什么的，还可以品尝一下现在的圣水当然经过处理的了。这里是可以尝这个圣水的地方。How about it? Good or not good? Good. Okay. Warm. Okay. Yeah. Oh. Excuse me. Oh. Yeah. 这是真的是热水。有一点咸味儿。很像温汤的水的味道。
还有一点油腻感，绝对是温泉水，没跑了，因为跟温汤的水味道一模一样。oily， 太是 oily。